大家认为说阿兹海默症它是类淀粉沉淀所造成的。在过去2年当中，有2个药物，一个从美国，一个从日本研发出来的。理论上2个药都一样，溶解掉类淀粉以后，减少脑部的毒性，然后脑细胞比较不会再继续凋谢，维持比较好的功能在里面，让它停格，它没办法回到以前啊。所以变越早治疗是越好的，可以延缓30% 左右。以时程的话，起码会有8个月到3年左右。但是说它只针对阿兹海默症，而且很多条件下是不能使用的。然后越晚期的时候，已经状况不好就不建议了，因为这个药并没有逆转这个病程，它只是维持。所以我们常说，让长辈多活几年好命，还多几年派命。我也期待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类淀粉蛋白的单株抗体出来，以后对tau蛋白也有经过999疗法的话，可以让阿兹海默症活得更久。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谈到失智症，谈到阿兹海默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不可逆的。如果家里有长辈，你可能就是只能眼睁睁看他从早期、中期到晚期，当然照顾很辛苦，可是现在对某一些家属来说有福音，就是新的药上市了。为您请到亚东医院失智中心主任曾瑞欣医师，他也是全国第一个打这个新药到病人身上的医院。曾医师来告诉我们这个相关的治疗的方式。先请医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是的，茄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一是这个新药在前一阵子上市然后引起非常大的旋风，是很多人非常有兴趣，可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贵，又却步了。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这个新药，它到底是怎么治疗的？过去20年，我们大家认为说阿兹海默症它是类淀粉沉淀所造成的。很可惜，过去很多的研究，在第2期研究有效，第3期都无效。在过去2年当中，有2个药物，一个从美国，一个从日本研发出来的药，确实可以溶解脑部的类淀粉。那针对那个溶解以后，它可以统计的延缓8个月，甚至到3年左右。所以这个很高兴、很鼓舞的。但是说它不是针对每一个病人，而且很多的条件下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只针对阿兹海默症，也不是针对全部的失智症，这个是属于免疫疗法，而且价格也很昂贵，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足够金钱可以使用的。台湾使用是新药，在国外其实已经用了快1年多了。然后这个出来2年，在全世界大概打了将近2万人，然后当然它的作用、副作用都有些报道。理论上2个药都一样，溶解掉类淀粉以后，减少脑部的毒性，然后脑细胞比较不会再继续凋谢。所以让它维持比较好的功能在里面，延缓大概30% 左右，让它停格，它没办法回到以前啊。所以变越早治疗是越好的，然后越晚期的时候，已经状况不好就不建议了。那它的价格呢？整个来讲，2个药物都是从国外研究出来的一个日本，一个是美国。其实价格统计来看的话，在18个月当中，将近大概150万左右，也就是1年半的疗程，对，要150万，对。这个对很多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是因为他整个评估当中，他要先评估他是否阿兹海默症，所以第一个的话，先要做类淀粉正子摄影，那个检查就要大概7万块了。检查是否脑部有类淀粉沉淀，有沉淀以后，看比值有没有很高，有没有超过所谓这种 Centiloid score 有大于30以上，我们需要治疗的。然后决定有以后，还要排除掉它本身脑部有没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做一个 MRI 核磁共振，对，核磁共振，看它脑部有没有所谓玻璃样的血管病变，然后可能曾经有过小量的点状出血，或者说本身有一些曾出血过倾向，那种病人都是不能打的。还有另外，他假如说本身他有心律不整，有那个心脏病，有吃抗凝血剂病人也不能打的。另外像是说要做基因检查，我们做 APOE 这个蛋白质，它只要是 double E4， 它2个同父母的 E4 的话，这种病人不能打。所以经过这一系列检查以后，它都符合条件之下，而且是阿兹海默症，没有吃抗凝血剂，它才能够进入评估是否施打这个药物。所以这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评估的机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项治疗的。当然财力是最初的一个筛检，你财力不到，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那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或是家属在问，有没有可能过1年、过2年或过3年，健保会给付，或者它价格有可能降低？就看有没有新的药再出来的话，它就会下来。那另外健保就看健保署怎么决定了。在全世界当中，只有日本
也没有全部给付啊，是部分负担。日本有部分对健保负担，但其他国家都是全自费的。那医师您现在看到就是已经有一些施打的患者了嘛？您自己临床上的经验是状况如何？但现在我们2种药都有打过，都各自打一个病人，他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副作用，打之后还好。但以后怎么样？看国外的一些报道了。那国外已经打了大概1年多了嘛，它有些副作用。那个药物施打的时候，因为要把那个类粉拔除掉，所以有14%到30%没有症状的点状出血。或者是他有小小的水肿，然后真正有症状大概3到6% 左右而已。严重的副作用大概0.7到1.5% 左右。所以其实施打当中，我们密切观察，需要做 MRI， 就这个理由，看有没有点状出血啦，有没有水肿，要不要停药了之类。所以药它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副作用。所以对于符合这些人当然是福音了，可是对于其他的更大的群体，它可能是没有办法来适用的还必须等到未来人类能不能够开发更多的新药。不过我这里还有看到除了静脉注射，我们刚刚讲那2款新药，还有药定、胶囊、贴片，这个治疗状况如何？在之前，在过去以前没有这个静脉注射的溶解类淀粉药物以前，包括健保署有准许的，就给一种乙酰胆碱的药物。还有 MMDA 接受器的药物都健保给付的，但那个药物都没有针对疾病去做治疗，只是症状治疗。服用后它会延缓一点点，但是类淀粉继续沉淀，会继续往下走下去。所以现在药是针对疾病的治疗，把那个类淀粉溶解是可以有机会稳定它，而且改变它，然后不要退化那么多的。所以2者是不是并行使用？可以的。你在用现在的静脉注射来溶解类淀粉，同时也使用那些乙酰胆碱药物，2者共用之下来改善生活品质而已。那我也知道有一些这个病患，他可能已经是阿兹海默的中期，甚至已经接近重度了。那家人不想要放弃，他们也可以来施打这个药吗？其实，在国际标准来看，准许在 CDR1分，就轻度的长辈、中度的个案，因为这个药并没有逆转这个病程，它只是维持。所以我们常说，让长辈多活几年好命，还多几年派命。当临床碰到一些家属，其实他不忍心看到妈妈、爸爸这样子的状况下去，他希望使用维持这种状况多几年，这个完全是医术的考量，然后看家庭的背景怎么样来做决定。一般建议是在极早期，甚至乎他脑部已经开始沉淀，但是他还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再使用更理想。它溶解掉后，它就不会产生失智了。就像我们施打第2个案，他还可以从西边过来亚东1个半小时走来走去。他短程记不好，他懂得写下来，每次看病人都念给我听。他就是记性不好，但是他可能独立生活啊，他照顾他先生啊，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他施打以后，他就会多活几年好命，维持他功能比较完整。就是让他维持在这个早期的状况，他都可以自理 OK 的，让他多活这样子的品质3年，不要到了中度或晚期，他根本已经认不出家人来了。我也期待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类淀粉蛋白的单株抗体出来，以后对套蛋白也有经过999疗法的话，可以让阿兹海默症活得更久，就像那个艾滋病一样，20年前出现抗病毒，现在999疗法可以活更久了。所以希望阿兹海默症也类似这种情况下 ，anti-amyloid 的 anti-tau 都出来以后，加上其他药物，是不是就可以让更久？所以年轻人是有福气的。对，那以后等得及啊。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想见，它可能会开发出新的。应该有，现在很多研究还在进行中。希望啦，因为人类活得越久，越多的毛病就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台湾失智人口的推估，2025年就此刻，我们可能已经有将近8%失智症的患者。到2030年可能有8.35%，2035年9%，如果来到2050年，可能上升到11.11%。我们未来的世界，可能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是患了失智症可是如果随着医疗科技的发达，可以让它减缓或者更好的话，那当然是有解如果要延缓你的病程啊、相关的还有照护啊，可能对于家人来说，这个挑战是更大的。医师过去曾经建立了一个静治学院，现在在政府这边有在推广。在内湖我们还有一下就蒙特梭利的照顾模式。大家了解蒙特梭利照顾模式，大家概念就是小孩嘛，针对智能障碍小孩对蒙特梭利照顾模式。其实在过去10年当中，在欧美
跟其他地方都已经开始推动失智长辈的蒙特梭利照顾模式，利用他的个人兴趣跟这个需求，还有他的技能跟能力来设计他日常生活，还有照顾模式，这样让长辈活得更有尊严。我们中南北有做不同的一些daycare center 做 training， 然后让一些照顾者懂得怎么用这个角度去看世人长辈，然后利用他的兴趣来做照顾品质做提升了。很多 daycare center 也是用这个 model 在做。其实这个概念不单你在 daycare center， 在家中一些家属要学习如何面对父母，也可以用蒙特梭利未来去照顾的。这讲起来很容易哦，像这个医师自己也说过，自己也曾经是很难，轮到自己要照顾自己的长辈的时候，常常就是脾气无法控制，明明知道不能发脾气，因为他是幻觉或者他生病了，可是你还是忍不住。其实讲很容易，说很难啊。我常常跟家属讲说，长辈得失智以后，家属要做什么？要开始学习如何面对家中有个失智症长辈，还有如何让他有个尊严的晚年。所以变成家属要学习一些照顾技巧，面对他的妄想幻觉的时候，如何把话题带开，让人家偷他讲，家属了解他是事实是这样的想法。哦，爸爸没关系，不见了，我找找看，哎，找到了，200块找到了，给你，就解决啦。所以要用解决事情，而不是缔造事情。就这种行为照顾是要学习的。很难，就我都讲很容易，说很难，很难。我自己一样，我妈中风后得一个血管失我妈妄想幻觉啊，我说吵到我后来就躲起来了。你也会生气吗？哦，我会啊，我会发脾气，后来我学懂就躲起来，由我太太出马，因为她换个人，她看媳妇就不敢讲话了，所以你要看对谁，对儿子会骂你骂到底，但是我躲起来后，我太太出来后跟她讲话就出去，她到不到2个小时就忘记了，事情就没了。所以其实他的短程记忆不好，很好用的。他怎么吵怎么闹，然后晚上弄以后，早上全部忘光了，甚至我把话题带开以后，他就忘记这个事情，就会顺利把它带过去，而且一个药都不用。就常看到长辈突然很大吵大闹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打昏吗？不一定，你就抓到，哎，爸爸怎么啦？他发牢骚的时候，他发完牢骚半个小时后，他就忘记了，事情就过了。所以其实借力使力，要学懂一种技巧行为治疗，尤其在早中期的当中，很容易出现妄想幻觉跟攻击行为。有攻击行为，会，因为他突然脾气来的时候，而且他活在以前的他以前脾气就来了。所以我们特别要跟观众提到一点说，其实早中期的长辈是不适合去24小时护理之家的。我讲个很简单的案例，我以前在高雄荣总的时候，发现有个长辈，他才轻度失智哦，他女儿每天带来拿药，每天他抓着家属衣服进来拿药，突然2个月没有来，2个月后再来的时候是推着轮椅插鼻胃管进来，结果他病人怎么就拍照就说不要养小孩了，我女儿不要我了，然后他女儿就很伤心跟我讲，我怎么办？我是独生女。我这样照顾爸爸，我快要离婚了，我花了很多钱把爸爸送去安养中心，没想到送去的爸爸怎么样？第一个什么被遗弃的感觉，我女儿不要我了，不爱我了，结果造成极度严重的忧郁，不吃不喝，然后收爸爸以后，安养中心就给他放鼻胃管啊，一暴躁就绑起来啊，所以不到2个月完全变。所以其实早中期，因为他还认得家属的时候的话，所以20小时的安养中心比较不恰当。但后期他就忘了是谁了，看到你以为是护士，看到护士的是女儿，那时候后期失智去24小时护理之家是可行的。所以如果是早中期的话，最好可以自己照顾，或者是在 daycare， 对，或是 daycare， 就白天送去这个，晚上又回来，对，日照中心，那晚上接回来，这是比较好的，避免长辈有很深的感觉是被抛弃哦，加重他的病情。那如果到后期，你真的也是心力交瘁，然后再加上他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也认不得你了，你可以送去可能24小时的照护中心，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状况。那回到这个新药的部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很难负担。以收入来看，150万一个疗程。那如果说现在家里的长辈已经是轻度或中度的，我们还是得天天就是一定要请医师开药吗？就是这个药都不能停吗？还是要怎么办？其实药物只是改善临床表现，就要看他状况来做处理。最麻烦的是说，可能有妄想幻觉、攻击行为的时候，你要不要用抗精神药？我常跟病人家属解释说，是个跷跷板。他现在很聪明，所以想太多了，所以常怀东怀西。对，你给他打笨一点，他就不会想了。所以有时候轻度的一些妄想幻觉行为，家属要学懂怎么面对，
那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加点药物，可能部分药物让他少发作一点点。那部分还是要家属学懂面对的，不然的话，我们这很重的抗精神药，他会呆每天连讲话都不会讲，在家里面，你希望长辈是一个呆不会讲话的长辈，还是他会可以你沟通，但是有时候会胡思乱想，这个跷跷板就要拿捏得很好。有时候真的是很两难哦，很难，对，我知道。我看到这个统计数据是，如果65岁以后发病阿兹海默，可能平均余命还可以到10年。可是为什么有人就1年2年就走了呢？对啊，所以我们寿命都2到9年，5到9年，为什么人要5年？假如说其实阿兹海默症不因为脑部的一个退化而死亡，大部分死亡在并发症，所以你早期跌倒和早期做按摩中心，假如很快就肌少症不能动以后，最容易产生怎么样？走尿道感染跟肺炎，所以往往卧床以后就会造成褥疮感染，就死亡在败血症。所以有人照顾得好，能够走得很好，不要跌倒，然后就活得比较久啊。所以整个照顾的好坏影响到他的寿命长短。所以如果说可以照顾得好，他会活得长一点。对。如果真的是照顾的品质不好的话，可能真的长辈很快就走了。对，你卧床以后，虽然他脑袋没有那么笨，但是因为卧床的关系产生很多并发症。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阿兹海默的长辈除了医师的治疗之外，要寻求支持团体，大家一起坐下来这个分享自己照顾的经验，这非常重要。是我们亚东就有大概有1000多个家属，互相有时候聚会。其实很多的学问是从家属学来的一些经过7、8年照顾以后，他很有经验，所以互相分享经验之下，学习如何面对家中失智长辈是很重要的。这个学习就可能从团体当中，甚至会从医疗团队当中也会学习很多。是我们大家都会老，我们也都有可能会得到这个病，所以还是早期了解它，然后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非常谢谢郑医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阿兹海默以及失智症的相关的照护，还有这个新的药，我们希望它可以更进步。非常谢谢医师，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5再见，谢谢，拜拜。谢谢。